嗨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早早就出門了，現在在地鐵口這邊要等車來接我們，因為今天我要去參加一日遊，是去大足石刻，然後報了一個一日團，他到這邊來接我們，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大足石刻啦。提到重慶，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是火鍋、夜景或者洪崖洞，但其實離開市區之後，有很多不一樣的風景值得被發現。大足石刻就是其中之一。這次我報了個一日遊的旅行團，去看看1000年前就存在的雕刻。到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大足位於重慶的西部，距離市區大約60公里，開車走高速要1個半小時。建議專門安排1天的時間去，因為景區比較大，景點之間的移動也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我選擇了跟團。我這次跟的團是早上7點出發，車接車送，團費是300元人民幣一個人，一個車坐9個人，位置很寬鬆，不擁擠也不少。到景區的第一站就是先去看個電影。這裡出來，要不然在這裡上車啊。現在要去看電影。先看電影講解，然後我們再去看大足石刻。現在就是這裡面是只有專用車才可以進來的，私家車是不能開的。常來大足，人生幸福。現在就要走進去了。我覺得這次選擇跟團是對的，這裡的交通不是很方便，景點和高鐵之間相隔有40幾分鐘的車程，而且景點和景點之間也比較散，自己開車也會走得暈頭轉向吧。跟着旅行團什麼都幫你包了，還不用走彎路。靠近一點，您的頭髮撩一下，可以沒事。你使用。我也要。嗨，這是黑神話悟空的地獄變相，一個佛像。這個也是一個佛像。解說，哇，一個場景，哇，這個場景好看啊，好有感覺哦。哦，對，也是黑神話悟空裡面的。我想走完所有的石窟，因為最近2年都在看關於這種洞窟石窟的書，所以很感興趣。然後大足這邊除了石刻之外，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的遊艇鯽魚是很有名的，然後還有一個太空荷花，因為那個荷花是到太空上面去繁殖的，然後拿到這邊來種植的。不過這個季節還沒有開的很多，要到最熱的時候才會開很多。現在要先去看電影，了解一下，然後再去逛石窟。電影院到了。以我平時對這些景區的理解，如果要80元人民幣看景區電影，我是絕對不會花這個錢的。但這次因為團費是包含了所有的費用，所以這個電影不看也是浪費，乾脆就看吧。哇，真的就是電影院的座位，大熒幕，去找個位置坐下。電影有版權，我就跟大家簡單描述一下這80元到底值不值得。先說結論，我覺得是值得的，還好有進來看。電影一共有2場，分為2個影廳看。第一場大概介紹了一下大足石刻的開鑿背景和歷史脈絡。是要看2部電影，現在要去看另外一部電影，說是球幕電影。啷個？你看。哎。第2場是球幕電影，躺着看的像在看裸眼3D，佛像呈現在眼前的時候，有種很強烈的臨場感和衝擊感。看完後，真的就是迫不及待想要去現場看了。這個電影好看，很值得。不看這個電影要少幾十塊錢，我覺得還是這個幾十塊錢還是花得划算，因為它還蠻震撼的，特別是第2個的那個球幕電影。然後第一個就是把大足石刻它的由來怎麼來的給你講一講嘛。我覺得有了這個前奏過後，你再去看大足石刻應該會更了解一點，不會看到那種雲裡霧裡的。那個有點特別。你沒有看睡着嗎？我看都有那種感覺。睡着了。有一個這個聽講的，然後掛在耳朵上面，導遊就跟着講。哎，你也掛起來哈。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，身上掛了6個、7個。北山石刻，這裡進去，跟着導遊走。大足石刻一共有5處，分別是北山、南山、寶典山、石鑽山和石門山。核心景點是北山和寶典山，
今天去的就是这2個，行程的第一站就來到了北山石刻。那邊是檢票口，一進來就要爬樓梯，一直走。看人家登山杖都拿着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北山石刻始刻於唐朝末年，一直到南宋結束。整個石刻區域有500多米長，高約7米，嚴崖造像，洞窟像蜂房一樣多，造像也有5000多尊。這是1940年的樣子，往上看就是現在的樣子。最先開凿的人是晚唐的沧州刺史韋君進。當時的滄州，也就是現在的大竹，他在碑文中曾說自己殺人如麻，開窟造像，正是為了消除殺念的罪過。開鑿的第一尊佛像就是毗沙門天王像，這個舉動也帶動了當地的百姓效仿。後面的很多佛龕主要就是世俗百姓為了祈福而出資雕刻的，這些自己出資開窟造像的人也稱為供養人。供養人的形象比較小，位於壁龕的最下端，大多都是跪姿或者立姿，神情也很虔誠。其實每個朝代的造像都有自己的風格，唐朝華麗，宋朝就比較生活化。但不論哪一個朝代，風格發生了怎樣的變化，我最能共情的就是這些供養人。他們不是書本或者電影中抽象的古代人，而是某個母親、某個子女，或者是某個商人，為了祈求平安順遂，才捐錢出力完成了一尊佛像。1000多年過去了，朝代換了又換，但我們仍然經歷離別，期待相聚，也在自己的人生裡努力愛着身邊的人。我突然能理解我的共情了，就是他們當下的喜怒哀樂。也因為看得太仔細，根本沒留意到自己走得很累了。看到前面的人太多，就想着坐下來等一等，哪知道一坐才反應過來，我走得好累哦。你為什麼坐在這裡？因為前面人太多了。我是走太累了。我媽精力滿滿，我媽真的是高精力人群。北山景區走完大概1個多小時，就這1個多小時，我媽已經發了2條動態加1則影片了，真的好佩服我媽的精力，好像永遠都不會累，忍不住想感嘆一句：到底誰才是年輕人？吃飯時間到了，吃飯是1個小時，然後我們就在這條街上隨便走一走看一看。應該都差不多，就找家吃的來吃吃看。這條街就是這個樣子，反正都是這種炒菜廳之類的。從北山石刻出來後，司機大哥帶我們到了一條商業街上自己吃午餐。午餐是沒有包括在團費裡面的，所以吃多吃少全看自己。我們就近選了一間炒菜店，點了幾個菜來吃：豆花飯、豆花蘸辣椒下飯。這也甜的。哇，還叫多吃哈。你們看到豆花蘸辣椒，千萬不要被嚇到了。我們這邊有個吃法，就是豆花飯，就是這樣的吃法。不喜歡也沒關係，反正這間的豆花也沒有很好吃。我們來吃油亭鯽魚和冬菜煎炒肉絲，這2道菜才是大竹的特色，也真的很好吃。油亭鯽魚，鯽魚就是刺多。鯽魚經過油炸鎖住水分，再入湯燉煮，辣味適度，並不燥烈，魚肉鮮嫩，吃到最後還有一點點的回甘。其實不辣，就是對於口味清淡的人來說，可能會有些油膩。如果你剛好是口味清淡的人，那推薦試試看冬菜煎炒肉絲。冬菜是這邊很有名的，冬菜肉絲。哎，別個他們又不新的2塊幾的，是韓菜，都是韓菜。哪個快？哪個比豆花好吃？哎，冬菜煎有明顯的脆感，肉又嫩，吃起來層次很豐富，而且鹹鮮適口，超級下飯。這一餐最後吃了163元。現
在來到了大足石刻的重頭戲寶頂山石刻，現在就是要穿過這個門樓進去看。導遊已經在說了。吃飯休息大約1個小時，下午的行程從博物館開始。大足石刻博物館到了。博物館算是配套的景點，裡面主要是展示石刻的歷史和藝術。我覺得如果不是特別感興趣，可以不用去。我覺得現在是吊足了胃口，還沒看到總統席。總統席最好最好。在那個博物館裡頭都帶我們繞了1個多小時吧，因為對。從博物館出來，坐上景區的電瓶車，就直接去寶頂山石刻了。進來了，最後一個景點。這個景點要到達它，好像要爬很多的階梯。天也晴了。在這門前有一條河，這個河是圍繞着寶頂山石刻的，這個是風水上面的一個講究。然後走台階上去，這邊有一些題字，就是以前一些名人政客呀什麼的來看了過後題的。這裡有一個香墳寶頂，民國多少多少年刻的。寶頂山石刻是整個大足石刻最具規模的一處，始建於南宋，修建了70幾年。重點來了，重點來了，這邊全是石刻。這一區的造像並不是零散開鑿的，而是經過統一規劃、整體設計的。主持營建的是南宋僧人趙之鳳，刻畫的題材大量描繪了市井生活。終於看到了臥佛，從小就在電視裡面看到過，這麼大，這麼大。哦，旁邊還有一些其他的佛像，他的腳是藏在山體裡面的，下半身也是在地下的。我最喜歡的是圓覺洞，洞的中心有一尊菩薩面向佛跪着，左右各坐了12圓覺菩薩，輪流向佛問法。圓覺洞不是隨時都可以進來的，要人少的時候才能進來，因為它也是為了維護裡面文物。然后今天剛好遇到人不是特別的多，所以就可以進去參觀。為了突出問法這個主題，開鑿洞窟時，匠人們刻意把入口的通道給拉長，顯得外小裡大，讓洞裡面的光線暗下來。然後在洞口的上方開了一扇天窗，由天窗射入一束強光，引到跪着的菩薩身上。這一跪就跪了800多年。繼續走，石刻沿崖壁開鑿，一個個造像，一幅幅故事，就像一個畫卷在慢慢展開。有幾處的佛像只建造了上半身，沒有下半身，據說是因為建造時元朝的官兵打到大足附近，工匠因為害怕而中斷了修建。正是這些被打斷的人生，才是大足石刻真正讓我覺得觸動的。開鑿佛像的工匠，他們可能也沒料到，缺失的部分一等就是800多年。大足石刻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去膩了都市遊的話，來這裡是很不錯的選擇。行程的最後，司機大哥也會送我們回到市區。總的來說，我覺得跟團優於自由行。拜拜。